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16日下午的16点2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在最近几个交易日突破了120日的均线，这个均线系统非常重要，它意味着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已经处在周线级别的一个上涨西游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根大阳线周线级别的阳线代表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目前处在唐僧阳线的势力范围，证明着道琼斯工业指数当前时间点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我们看这轮行情道指出现了是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走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西游这组周线级别的反弹西游非常具有标志性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行情大多是怎么来的呢？时间级别对等的切换来的道指出现2轮半的周线下跌西游之后走一组周线级别的反弹西游。那么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同样在17605点出现之后，走了一轮什么呢？走了一轮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分别是这是第一轮周线下跌西游，震荡之后走第二轮周线下跌，然后是第3轮的周线下跌，周线下跌没有完成，只走出了一个八箭阴线。八箭阴线出现之后，建立低点17605然后开始它的日线反弹。那么当前时间点比特币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日线级别上仅仅做出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目前这里出现了更多的震荡和反复更多的震荡和调整，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没有出现唐僧阳线。这个唐僧阳线呢，就是我们在这一轮行情当中对日线级别上多头方向上的一个预期。那么在当前的日线结构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已经连续3天出现了一个下跌，出现了3根阴线很多人认为3连阴之后还会下跌，继续下跌我在这里呢对这个观点保持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当前行情我们连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可以构成什么呢？可以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非常完整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逐渐接近焦点位，我们认为接近焦点位的这个区域上是行情容易发生变化的位置。那我们看到了外围市场美股不断出现连阳出现了一轮连阳，正在构成什么呢？正在完成它的周线级别上涨周线级别上涨呢是在行情当中相当大的一个时间级别上涨。那么道指周线级别上涨的情况下，我认为比特币在当前时间点就还有行情出现的机会这个机会走出来之后行情是走出来的，我们只有走出来之后才能看到这一轮行情我认为仍然有机会能出现什么呢？出现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最终呢对这个3万美金到17605低点构成一个完整的回补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是由什么构成的呢？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大概率会形成什么呢？会形成日线级别的反弹。但在周线级别这里周线级别这里我们仍然看不到周线级别的反弹的出现有没有可能出现呢？我认为同样是有机会出现的，并且周线级别反弹呢目前走到什么位置呢？走到八戒阳线的这个位置上第一根是悟空阳线，第二组是八戒阳线组，然后上面可能有唐僧阳线和沙僧阳线。如果比特币能够出现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它在整个下跌和反弹的时间周期上就会发生什么呢？与美股下跌和反弹遥相呼应因为我们知道比特币也是美元的资金池之一道指是比特币同样是美元的资金池之一那
美股市场出现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修同时周线反弹，那么比特币就有这样的机会走出对称时间级别的一个下跌和反弹所以呢，这个位置目前这个位置仍然是多头有可能表现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样的机会维持住的一个关键性的结构就是当前收敛三角形不被跌破不被跌破。那么今天的调整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认为是同步了上证指数的一个震荡因为上证指数呢已经连续3个交易日没有出现今天是出现新高了，但是还是在这个震荡范围之内还是走出了一个震荡，没有走出一个实体的阳线出现新高所以呢，我认为最近几个交易日比特币的震荡主要是和 A 股市场出现了一个同步的现象当前行情只要目前波谷的这个位置不被跌破，行情仍然还有多头机会。多头机会是有目标位是在哪儿呢？我认为是在接近3万美金3万美金到27500这个区间这个区间是怎么来的呢？我在前面行情当中说了是由它在5月份震荡过程当中形成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就在27500。3万美金是怎么来的呢？3万美金是144和169均线系统压制过来的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现在的调整我认为仅仅是调整，没有到压力位之前，没有到27500到3万美金之前我认为空方的动能不强所以呢，行情在多头上还有一定的机会。同时呢，我认为到达压力位之后一定要选择布局空单。为什么选择布局空单呢？因为虽然本轮比特币最大跌幅达到75%超过了18年和15年的行情18年的第一轮行情和15年第一轮的下跌行情都跌了70%，这一轮呢，今年的这一轮呢跌了75%，是超跌虽然跌幅这么大，但是向下还有空间，因为每轮熊市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大概都是在85%左右那么如果今年比特币从最高69000美金跌幅85%，我们测量一下它应该到达1万美金附近具体说来应该是在1万到10500这个区间所以呢，当前行情24000美金，距离本轮行情的最低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呢，如果到达我们刚才提到的169、144这个均线附近，也就是3万美金附近同时呢接近前面结构的压力位，也就是27500美金附近也就是总体来说27500到3万美金区间，这里是一个压力区间。到达这个压力区间之后选择一个布局空单的位置和仓位。那么这轮反弹的原始动能出现在哪儿呢？一定是出现在以太坊和 ETC 上因为以太坊质押挖矿然后 ETC 呢是由于以太坊不能原子挖矿之后不能用电力挖矿之后，不能用显卡矿机挖矿之后很多算力会倾向于经典以太，也就是 ETC。 所以呢，本轮反弹的最重要的动力源在哪儿呢？在以太坊这里。那么以太坊呢，目前走出了什么呢？它同步了美股，走出了一轮非常完整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从这个位置开始，悟空、八戒、沙僧。那么本周如果再次上涨的话再次突破2000美金站上2000美金，它将形成什么呢？形成周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就完全与美股的反弹遥相呼应了与美股的周线级别反弹遥相呼应了。所以呢，目前来看，以太坊正在不断的去做周线级别的反弹。那比特币呢，仅仅做出了什么呢？仅仅做出了日线级别反弹，它没有完全完成。所以呢，在时间周期上，我们观察到以太坊非常强势强势之后呢，目前有一个压力的位置，所以呢，以太坊当前时间点回调的很多，原因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存在了压力
啊，这个压力位呢大概是在$2000附近，2000到2100。我之前呢给的以太坊目标位就是1900到2100啊，1900到2100。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画出了一个弧形的顶啊，这个弧形顶是周线级别啊，所有波峰的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弧形顶啊。目前以太坊遇没遇到压力呢？遇到压力了，但是呢，在周期上啊，我们看到本周如果能出现新高的话啊，本周要做什么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唐僧阳线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它有可能冲出来一波啊，这也就是多头的希望啊，多头最后的希望啊。同时呢，你要看到啊，我在这里面除了这个弧形的结构之外啊，我还画了一些线，这个线呢，白色的这个部分是啊4877日线级别形成之后，它做了一个收敛动作啊，我们用红色线连接出来了一个波峰啊，白色线呢连过来一个波谷，那波谷在这个位置上呢，在$2100附近呢，同时构成了当前行情的一个压力线啊，所以目前压力重重，有没有机会呢？有机会啊，机会在哪儿呢？在它的时间周期上啊，在它的时间周期上，所以呢，当前多头啊耐心持有的同时呢，设置止损。这个止损位呢，我认为你设置在$1700就可以了啊，在现货这方面来说啊，$1700就可以了。同时呢，为什么要持有呢？防止它做什么呢？做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唐僧阳线，往往是涨幅最多的阳线啊，所以呢，在设置止损的同时，我们有这样的预期，要吃什么呢？要吃这段行情的唐僧的这段唐僧肉，我们都知道是最好吃的，所有的妖怪都知道，但是唐僧肉不容易吃到啊。我们在谨慎预防的同时，要争取获得啊这部分的利润，这部分的利润往往是急涨段啊，往往是行情当中能带给我们最多的这一部分啊。同时呢，我们要谨慎的设置止损啊，防止我们吃不到唐僧肉，反被啊这个行情妖怪 K 线啊打掉了我们对行情的一个预期啊。在这个行情当中，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反复说了这几点啊，只有这几点：趋势、位置啊和你的仓位啊。行情永远在波动，你没有仓位，行情和你没关系啊。所以在波动的过程当中，尽量保持自己有仓位啊。多头你要有多头这个仓位，多头趋势当中也要有多头趋势的这个仓位。同时呢，行情如果出现下跌的情况，趋势出现下跌了，你要在下跌趋势当中啊，不断的啊找到下跌趋势当中你可以布局的位置啊。那么当前行情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目前处在压力位附近啊。虽然多头机会还有，但是空头很快也会来。为什么要来呢？因为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上方有压力位，同时呢，这轮行情是熊市行情，第一轮反弹往往是最大的，甚至巨大的，甚至是诱惑人的。但是空头会不会来呢？会来。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了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根据时间周期切换的理论啊，周线级别上涨之后，我们有4小时级别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啊，这一段也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当前是多头行情，仍然是多头行情，虽然经历了3天的回调啊，仍然是多头行情啊。等多头行情结束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布局空单啊。这轮行情呢，我之前的建议是1900到2100开始布局空单啊。那么空单呢，我们尽量做的什么呢？尽量做的是右侧交易啊，耐心等待这轮行情结束之后啊，有快速的下杀，起码这个下杀的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的啊，我们再去做啊。目前来看，4小时级别虽然出现了一根阴线，但这根阴线呢不构成一个趋势啊，所以呢，空单我们目前这个点位上啊，可以开始布局一些了啊，布局一个实验仓了，但是还不能去重仓去搞进去啊。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啊，从比特币这一点上来看，还是上涨趋势啊，还是上涨趋势啊。以太坊这一轮的这个阶段的下跌啊，只是伴随了比特币的一个下跌。同时呢，我们看到了 ETH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是我之前画出的一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的一个走势啊。我们看形成三角形之后在交点位下跌，交点位下跌是不容易回来的，但是它出现了非常强势的反弹。目前接近了一个什么位置呢？目前接近了一个新高的位置，接近新高的这个位置压力是大的。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压力是大的，所以呢，我认为以太坊的强势，相对于比特币的强势，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接近尽头的这个位置上。走到尽头的这个位置上，我认为在一段行情当中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比特币有可能出现它的独立行情因为我们看到这轮行情，以太坊保持一直的强势，但是比特币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如果比特币出现强势之后，以太坊跟的比较弱势，那我们将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会出现调整总而言之呢，当前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不断接近高点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弱势，同时呢，它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息由，这个上涨息由已经走完，就意味着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日线级别的回调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这个位置作为日线级别上涨下跌息由的一个悟空阴线。然后后面可能有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走出一个日线下跌所以呢，当前行情多空机会都有，但是我们在任何机会面前都要保持理性，就是要控制自己的仓位和设置止损。行情当中还有板块轮动的效应，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在这轮行情当中没有赚到钱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FIL 因为我们看到了FIL 目前走势非常弱势它在整轮行情的表现都非常不佳，但是呢，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巨大的筹码聚集现象，证明庄家在底部位置正在不断收集，同时呢，它走出了两根阳线日线级别两根大的阳线，分别代表悟空阳线和八阶阳线。八阶目前仍然没有被杀死的情况下，也就是7.59美金没有跌破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走这个日线级别的反弹息由，最终呢站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大概14美金，14美金呢是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压力位也就是说8.3美金距离14美金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这个上涨空间基本上是巨大的，接近翻倍的空间。所以呢，在这轮行情没有赚到钱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FIL 的多头表现，同时呢，建议在这个位置上设置止损。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GMT 目前已经开始表现了APE 在这轮行情当中表现不佳这个 NFT 的板块目前在行情当中表现不佳，也可以关注因为板块轮动目前来看这个 APE 仍然有机会，虽然出现了回调。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同时，希望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已经正式出版。然后呢，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